原本滑雪滑不过3米必摔跟头的大熊，这次能从北海道的雪山滚到东京的街上了。大熊的一小步，人类的一大步。这天，小夫喊大家来家里玩，等小伙伴们到齐之后，才想起自己下午要去北海道的夕日月滑雪，要不是爸妈就在旁边，胖虎绝对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上了车，小夫还不忘自吹自擂一番，这波仇恨拉的陆木给满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夫就用电话给大熊送来了亲切的问候。哇哦，这里的雪好软好高级。大熊越听越刺耳，反手把电话挂了。喜闻乐见的华山伸手党找蓝胖子要任意门，很不巧的是，任意门再次日常掉线。看见大熊那期待的小眼神，蓝胖子拿出了一台空间交换机，然后让大熊靠边站看他表演。孙悟空给唐僧就地画圈见过吧？然后蓝胖子在机器上一通操作，大熊就连人带地板瞬间移动到了院子里。大熊跑回房间一看，原本在院子里的树竟然出现在了房间内。原来这是因为粉笔圈住的地方可以和机器指定的地方交换，于是大熊在房间里画了个大圈。蓝胖子又是一通操作，夕日月雪道的一部分就移到了大熊的房间里。蓝胖子告诫大熊不要3分钟热度后就出门溜达去了，留下大熊自己练滑雪。可大熊不是摔个大跟头，就是一头撞在墙上。蓝胖子真是开了光的嘴，这恐怕连30秒热度都没有呢。正巧老妈要大熊去寄信，大熊虽然滑雪滑得不好，用道具偷懒的本事可不是吹的。他把油桶交换到了房间里，实现了足不出户即可寄信。这就是懒人的最高境界吗？这种情况怎能少得了媳妇儿？还好静香现在没在洗澡，不然真是画面太美不敢看。为了讨静香欢心，大熊又换来了亚马逊丛林、珠穆朗玛峰山顶、非洲大草原等等。要不是大熊手速快，他俩就要被狮子给吃了。买铜锣烧回来的蓝胖子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，大熊竟然和静香泡起了鸳鸯浴。我拿道具出来是给你把妹用的吗？可这也不能全怪大熊，毕竟房间太小不能滑雪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黑灯瞎火，蓝胖子带大熊来到了公园，两人一起把整个公园圈了起来，换成了夕日月。看着宽敞的雪地，柔软的雪，当然是要堆个大雪人了。蓝胖子真是要气哭了。说好的滑雪呢？穿上装备，两人从峰顶开冲了。可大熊竟然在这么宽的雪道上表演起死亡翻滚来。趴在雪中的大熊思考了一番人生，提议要在熟练后再练习。这给蓝胖子气够呛，不练习怎能熟练？在蓝胖子的督促下，大熊开始了魔鬼训练。在山的另一边，另一个熊孩子同样在喊救命。好在人家爸妈在，原来小夫非要装逼，搞什么雪地漫步，结果迷路迷到了被大熊替换的地方。这一家人明天不是要上班就是要上学，回不去东京可怎么办？忽然他们发现山脚下有一辆的士开过，这是绝望中的一点光。二话不说拦了辆的士，就要去北海道下他的旅馆。这可给东京的的士司机高兴坏了，大生意啊！可对于财大气粗的小富家来说，能有钱解决的问题还是问题吗？摔了数不清的跟头后，大熊彻底放弃了滑雪，蓝胖子只好把公园变回原状。两人和坐上的士向北海道而去的小夫一家人擦肩而过。那么小伙伴们现在最想去哪里旅行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他们也玩得太大了吧！5个大男人在冰天雪地的野外玩捆绑 play， 只为献祭自己，给野人雪男当食物。大熊一行人能成功逃脱吗？俗话说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胖虎家的暖炉坏了，所以大熊和小夫成了陪胖虎一起挨冻的可怜人，鼻涕都快吐到地上了。胖虎还美名其曰小孩都是疯的孩子。这时土豪小夫的表哥阿吉又开了一辆新车来喊小夫去露营，车内还有重磅装备太阳能电池，在野外也能用暖炉。一听到暖炉，胖虎整个人都荡漾了，死皮赖脸也要蹭个暖炉。大熊刚要说想去，就被胖虎一个巴掌打得扑街。刚回到家，又因为摔得一身灰而被老妈满级咆哮。老妈刚抱怨完，洗衣机坏了，大熊发现电视也出了故障。暖心的蓝胖子掏出一个叫如意箱的小盒子，对着话筒就是一句变成电视。如意箱瞬间变成高清版 4K 电视，只可惜这个点儿没陆幕动漫看。这箱子神奇的很，只要是四方形的东西随心变，不仅能播放唱片，还能秒变拍立得。蓝胖子可爱的照片有人想要吗？不用自己动手，大熊瞬间变大孝子，用如意箱把衣服洗得闪闪发光。
老妈看了直呼儿子真棒，是时候去找小夫他们凡尔赛一下了。此时小夫他们虽已到了露营地，但胖虎冻得一口大牙直打哆嗦，阿吉却干劲儿满满，拿出各种装备准备开始露营。大熊和蓝胖子用寻人手杖追了过来，见小夫他们摆出一副大阵仗，两人故意一副哟好巧啊的架势来到了他们旁边，看到大熊拿个小破铁盒子就说要露营，几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嘲讽了。大熊也不解释，只露出了等着瞧的眼神。阿吉这面一顿摩擦摩擦，却半个火星子也没冒出来。另一边的大熊直接开启了舌尖上的露营。阿吉不服气，让小夫和胖虎变成了寒冷冬日里的打水人，烧开水只为吃杯泡面。比起大熊两人的烧烤大餐来，简直太磕碜了。见胖虎要叛变到大熊那边去，阿吉赶紧用暖炉把胖虎引了回来。三人在暖和的帐篷里吃冰棍打游戏，别提多享受了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乌云密布，让太阳能电池失去了续航保证。小夫还想着把暖炉温度调高点，没想到电量直接见底了。阿吉崩溃了，说好的一天都是晴天呢。胖虎看到大熊他们舒舒服服的用着如意香暖炉，又想叛变了。小夫提醒他可是风的孩子，胖虎怒了，谁他妈是风的孩子？取不了暖就看鸟吧。小夫他们脖子伸得老长，也没看到什么。大熊却用如意香拍下了鸟的照片，准备当成明信片寄给静香，转战钓鱼吧。可鱼都被如意香渔船一网打尽，用来做烤鱼了。大熊写完明信片，把如意香变成了油桶，刚准备寄出去，就天降绳索，原来是小夫和阿吉搞的鬼。谁知三人上一秒还在猖狂大笑，下一秒就窝里斗起来，机器人也失控，原地转起圈圈来。等三人反应过来时，五人全军覆没，只能眼睁睁的等着夜幕降临。一阵恐怖的脚步声，五人的小脸吓得刷白，不会是传说中的食人族吧？多亏了大熊啥事儿都想着媳妇儿，才换来了邮递员救了大家。等大熊对着麦克一顿喊，才发现如意香被胖虎顺走了。胖虎本意是顺个暖炉回家，可却被手拿话筒的大熊变成了制冷空调。胖虎被冻得两个大鼻孔都出了3条大鼻涕。小伙伴们都想用如意香变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250斤的胖子说被举起就被举起，不仅可以扛着掰，还能举起做俯卧撑，甚至是背起来扛肩头。不愧是混小镇的第一霸王。曾经有一堆铜锣烧摆在我面前，可队伍太长，蓝胖子抢不到。失落的回到家，一抬头，哇哦，蜜瓜包！这是多拉美排长队买来的高级货，不把手洗干净都配不上它。洗完手的多拉美一进门就呆住了。蓝胖子竟然在吃独食，简直就是目不忍视，耳不忍闻。排队1小时，蓝胖子一口吞。大熊想孔融让梨，可多拉美正在气头上，一巴掌就把蜜瓜包拍飞了。欺负我家熊熊，蓝胖子忍不了，直接开怼。多拉美伤透了心，转身跑了。蓝胖子反而把剩下的蜜瓜包一口吞了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多拉美远远瞧见胖虎给胖妹买了蜜瓜包，真是令人羡慕嫉妒恨。于是多拉美让胖虎握着煎茶，想着胖妹。很快茶罐的图案就变成了胖虎。这时候大熊才知道，多拉美想让蓝胖子喝了这杯茶之后变得和胖虎一样，这还让不让大熊活了？大熊一心急把胖妹撞倒了，被触及到底线的胖虎血压直接拉满，对大熊使用了泰山压顶。蓝胖子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一直念念叨叨的。看到刚才还那么生气的多拉美突然请他喝茶，自知理亏的蓝胖子没法反驳，赶紧趁热喝了。那味道简直让他怀疑多拉美要谋害亲哥。直到这时挨完揍的大熊才回家，脚下一滑又把多拉美给撞倒了。蓝胖子瞬间胖虎上身，揪起大熊就要打。多拉美赶紧用刚才蜜瓜包的事劝架。蓝胖子一听呜嗷大哭，抡起40米长的大锤交给自己当头一棒。一只小强出来散步，把多拉美吓得小脸铁青。蓝胖子抡起大锤就是80，三下5除2就把大熊房间拆得一片狼藉，然后出门去给多拉美买蜜瓜包了。小伙伴们怕不怕蟑螂呢？不巧的是，蓝胖子竟然和胖虎撞车了，两人都打算把每家的蜜瓜包都盘下来，这不得出大事啊！追去看吧，却先遇到了顶着个大包的小夫，只因没给蓝胖子蜜瓜包就被打了。看来蓝胖子真的成了第2个胖虎。蓝胖子见最后一个蜜瓜包被胖虎买走了，毫不客气地向胖虎讨要，甚至用上了胖虎的名句：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等众人赶到空地时，已经聚满了吃瓜群众，一个蜜瓜包引发的决斗一触即发。胖虎徒手就举起了250斤的蓝胖子，别人拼爹，他俩拼妹。胖妹一顿能吃10碗饭，多拉美一顿能吃100个肉包子。
2个妹子的秘密被哥哥们无情地说出，再不劝架，估计胖妹和多拉美就嫁不出去了。多拉美赶紧慢悠悠地泡起了复原茶，这面刚烧好茶，蓝胖子就被胖虎一个烽火陀螺扔了过来。大雄结结实实地接下了这杯滚烫的茶，俩妹子终于火了，都给我住手！而大雄势必要拿下最佳辅助，连带着杯子一起扔进了蓝胖子的大嘴里。蓝胖子这才恢复原样，和多拉美互相道歉。胖妹子拿出蜜瓜包分给大家吃，以为这就圆满大结局了吗？其实并不然，兄妹俩又因为最开始的蜜瓜包的事大吵了起来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吃独食的时候一定要偷偷摸摸的吃，否则被发现后，吃货老妹可能会为你沏杯鹤顶红，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小伙伴们也会跟弟弟妹妹抢东西吃吗？